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，世界上粮食的价格产生了巨大的波动，其中波动最大的就是小麦。俄罗斯是全球最大的小麦出口国，占据了世界小麦出口份额的17%，而乌克兰作为全球第4大的小麦出口国，占据了10%。这两个接壤的国家加起来，总共出口了全世界近1/3的小麦。对比中国，俄乌的小麦到底厉害在哪里呢？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星球热点，国家大事从不缺席，舆论场中抽丝剥茧，聚焦独家中国资讯。点赞加关注，带你用不一样的视角读懂中国故事。作为粮食生产大国，俄罗斯高度重视小麦的生产，种植面积和产量均取得了跨越式突破。以2020年为例，俄罗斯粮食总产量高达 1.33 亿吨，其中小麦的产量就有 8589.6 万吨，占比 64.3%。而在2017年，俄罗斯小麦还创下了8600万吨的高峰成绩，出口量高达4140万吨，俄罗斯因此成为了全球最大的小麦出口国。俄罗斯小麦的成功至少和3个因素有关，缺一不可。首先，俄罗斯的土地条件优良，农业禀赋非凡。作为世界面积最大的国家，俄罗斯的疆域超过1700万平方公里，耕地面积虽然仅占 7.1%， 但总量也达到了121.6万平方公里，仅次于美国和印度。这为小麦产量的迅速崛起奠定了基础。俄罗斯的耕地质量也颇为理想，境内拥有大面积的黑土地，以莫斯科为中心的黑土区、伏尔加河流域、顿河流域和外高加索地区是俄罗斯的小麦优势产区。土壤、气候条件适宜，唯一的缺点是积温不足，无霜期短，限制了小麦的有效生长期。其次，俄罗斯小麦的品种结构合理，冬小麦的增产效益得到了充分发挥。俄罗斯西南部濒临黑海，冬季气候受大西洋暖湿气流的影响，平均气温高于冬小麦的安全低温限值，冬小麦得以大规模种植。而在中部和东部的西伯利亚、伏尔加、乌拉尔地区，冬季酷寒难耐，无法用于农业生产，只能在开春后种植春小麦。在上世纪90年代，俄罗斯并未充分意识到冬小麦的增产优势，全国70%以上的小麦都是春小麦，播种周期更短，但品质和单产指标明显更低，限制了俄罗斯小麦产量和质量的提升。直到2000年以后，俄罗斯国内开始掀起冬小麦的种植浪潮，种植面积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增长，显著提高了俄罗斯小麦的单产水平。我们先看面积，从2000年的793.3万公顷提高到2010年的1269.9万公顷，再到2018年的1529.6万公顷，整体翻了1倍。与之相对的则是春小麦种植面积的下滑，其中在2016年，冬小麦以38万公顷的微弱优势力压春小麦，成为了俄罗斯规模最大的小麦品种。在总产量方面，冬小麦从2000年的1720万吨增长到2010年的2790万吨，2018年飙升至5290万吨，是春小麦同期产量的2至3倍。第3个成功因素和农业政策的调整有关。受重工轻农政策的影响，90年代的俄罗斯忽视了农业的发展，导致粮食产量严重下滑，小麦出口占比一度低于全球的 5%。苏联解体后，俄罗斯确立了农业的战略地位，并在1999年调整农业政策，加大了农业扶持力度，适逢种粮效益提升，俄罗斯农民的积极性空前高涨。20世纪初，俄罗斯在国际粮食市场还扮演着不起眼的角色，仅仅用了20年，小麦产量便增长了175%以上。2015年至今始终未低于6000万吨，高产年份突破8000万吨。俄罗斯能坐实世界粮仓的位置，小麦，尤其是冬小麦的生产功不可没。说起小麦的生产，与俄罗斯紧邻的乌克兰更有优越性。这在地理位置和自然禀赋2个方面都有明显的体现。在地理位置上，乌克兰位于俄罗斯版图的西南方向，全年气候更加适宜，年平均气温4至11摄氏度，农作物的生长基温有所提高，客观上有利于冬小麦的生长。事实上，冬小麦贡献了乌克兰97%的小麦产量，春小麦的产量几乎可以忽略不计。和春小麦相比，冬小麦的生长周期更长，病害发生率低，单产优势显著，
高比例的冬小麦也导致乌克兰小麦的亩产表现优于俄罗斯。以2021年的数据为例，这一年乌克兰小麦的总产量达到3300万吨，平均单产4.65吨每公顷，约合亩产量620斤。俄罗斯小麦的总产量则是7516万吨，但平均单产只有2.72吨每公顷，折合亩产量为363斤，单产差距高下立判。优越的区位也为乌克兰的农产品打开了绿色通道。乌克兰位于北非、中东、欧盟国家的核心区域，农业原产地靠近消费市场，每年有98%的农产品直接通过黑海港口出口到欧洲、北非各国，年转运量高达1.6亿吨。除了海运，还有发达的公路、铁路和内河航运可供选择，运输成本低廉，提高了农产品的经济价值。在自然禀赋上，乌克兰可谓是天生的农业之国。首先是可耕地面积的比例高达56.8%，全国1半以上的土地都可用于农业生产，并且土地平坦广阔，非常适合机械化、规模化作业。其次，乌克兰还拥有全球最顶级的黑土地，有机质含量高达15%，农业资源禀赋无可挑剔，摆明了是老天爷赏饭吃。凭借适宜的气候和优质的耕地，乌克兰小麦的正常年份的产量超过3000万吨，欧洲粮仓的美誉实至名归。值得一提的是，乌克兰小麦的崛起历程和俄罗斯颇为神似。20世纪90年代，乌克兰粮食产量锐减，全国只有20%的小麦用于出口。2000年后出现转机，乌克兰凭借非凡的资源条件迅速崛起，小麦单产大幅增长。据统计，2013年时，乌克兰小麦的平均亩产仅为450斤，2021年增至620斤，把很多小麦主产国甩在了身后。例如，美国小麦在2001至2020年的最高亩产记录也只有456斤，还不到乌克兰的80%。乌克兰玉米的产量表现则更加惊艳。统计数据显示，2000年乌克兰玉米的总产量还不到500万吨，2011年骤增至2000多万吨，2021年一口气创下了4200万吨的记录，平均亩产量也提高到了1050斤。这一单产是什么概念？以中国作为比较对象，2021年中国玉米平均亩产量为838.8斤，仅相当于乌克兰平均亩产的80%。整体来看，乌克兰的农业生产条件比俄罗斯更加优越，特别是冬小麦的生产，兼顾了产量和品质，而后者也是中国小麦的欠缺之处。作为农业大国，为什么俄乌小麦的品质都比中国小麦更好呢？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小麦生产有很多相似之处，两国都有大片的黑土地，化肥、农药在小麦生产中的使用量并不高，农业污染水平低，保证了纯天然的小麦品质。另一方面，俄乌两国农民对小麦亩产量的期望并不高，强调采用轮作和休闲的方式养护土壤，小麦的生长周期更长，自然的种植进一步提高了俄乌小麦的品质。再看中国的小麦，总产量高达1.3亿吨，创造了19年连丰的农业奇迹，小麦供给整体平衡，基本实现自给自足。但是中国小麦的劣势在于结构不合理，品质参差不齐，具体表现为普通小麦供过于求，优质小麦则依赖进口，这说明中国小麦的品种和品质还存在优化空间。小麦的品质高低主要由色泽、气味、蛋白质含量、湿面筋百分比、容量、角质率等指标决定。俄乌小麦的品质优势在于蛋白质含量高，加工品质好。俄罗斯小麦的蛋白质含量一般为13%至18%，高者可达20%。乌克兰小麦的蛋白质量普遍高于11%，而部分西欧国家的小麦蛋白质含量只有8%到9%。为提升中国小麦的品质，有必要优化小麦品种，增加优质麦种的种植比例。中国的小麦品种多而繁杂，农户自由选择麦种，导致同一地区的小麦品种多达几十种，而多品种交叉种植必然会影响品质的一致性和稳定性。借鉴俄乌小麦的种植经验，可根据各地的自然禀赋和气候条件，因地制宜安排小麦的品种区划，重视优质冬小麦的品种选育，这对于中国小麦的提质增效具有重要意义。好了，今天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。大家觉得中国农业领域还存在哪些不足？欢迎在下方留言分享你的看法。
如果你喜欢小编的影片，还请大家多多点赞转发，让更多的人一起见证中国进步。关注我的频道，这样既能回顾往期视频，又不会错过之后的精彩内容。那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。